一直以来 iPad 都是我刷剧的工具，写稿我用 MacBook， 剪辑视频我用 iMac， 查看日历确认当日计划我用 iPhone。 最近我开始了一门网课的学习，听说 iPad 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工具，可最后我还是习惯用 MacBook， 一边开着视频课程，一边开个 Notion 记录笔记。我是小天，欢迎回来。如何提高 iPad 的生产力？搭配合适的配件，是否能解放 iPad 的生产力？最近 iPadOS 15的更新和磁吸支架的到来，让我觉得有了一个探索的机会。尝试一 ，iPad 变身迷你 iMac， 搭配支架，我体验把 iPad 用作一个缩小版 iMac 写稿。现在你听到的这个稿子，就是我在这套装备下敲击的。使用 iPad 搭建的台式机，需要你正襟危坐，坐在桌前才能使用。相比妙控键盘的搭配，少了一份休闲，但同时这套设备又很小，少了一份使用 iMac 的正式感。这是一种我就是在轻量级办公的半正式休闲，因为它更轻巧，我可以把它架在任何地方，比如餐桌，比如阳台，比如浴室。完成工作，我还可以直接把 iPad 从磁吸架取下，窝在沙发里开始刷剧。有一说一，第一次严肃的相处让我对 iPad， 尤其是更新之后的 iPadOS 刮目相看，发掘了好多过去注意不到的为了生产力而优化的特点。这里我就提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是显示和隐藏屏幕键盘。iPad 输入是我曾经极度讨厌的部分。iPad 的屏幕键盘很大，往往需要两只手指戳来戳去，不像 iPhone 可以通过大拇指单手输入。其次，这个键盘会挡掉屏幕里大约1/2的画面，我不知道是从哪代 iPadOS 开始改的。现在键盘输入时，键盘可以缩小到屏幕最下方的一条横杠，整个画面就释放出来了。还有就是窗口的切换，电脑系统里的窗口切换的快捷键是 Command 加 Tab， 在 iPadOS 里也能使用，进行快速的窗口切换。我记得好多年前，父母见到 MacBook 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在屏幕上戳戳点点。触控有它的局限性，但也确实是人机交互的最直觉的方式。而这套配置就像一台有触摸屏的电脑，用户可以在不同的使用场景选择最方便的交互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在打字时使用键盘，在调整窗口、退出程序的时候使用触控。这种独特的体验，苹果产品里确实是独一家。如果说有什么槽点的话，一个是鼠标的优化还不够好，在文稿里点选段落的时候常常不够灵敏，还有它的屏幕确实挺小的，我的屏幕是11寸，也许12.9寸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那就是连接一台显示器。尝试2， iPad 变身电脑主机。把 iPad 连接上一台显示器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画面变大，如果你用的是支持 Type-C 的显示器，画面传输的同时，显示器还能给 iPad 充电，延长工作时间，并且显示器还能化身成一个外接的 Dock， 把 U 盘或者 SD 卡插在显示器的接口上，就可以连接到 iPad 进行文件的管理。第一次把 iPad 和显示器连接之后，我却是足足赞叹了好久这种科技的进步。这种跨平台的交互，不少厂商也都交出了自己对这个领域的见解。我觉得 iPad 这种方式的实现还是一份很不错的答卷。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很明显的两个缺点，一个是 iPad 不能调节分辨率来完全利用屏幕，所以两侧会有很大的2条黑边，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让人有些膈应，不是完美的观感。另一点就是 iPad 既不能作为一块额外的屏幕分屏显示，也不能熄屏，它就一直得在那里没用的亮着。以上两个缺点，其实在播放电影的时候会消失，你可以妥妥的把 iPad 屏幕关掉。所以现在的系统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熄屏和显示器全屏显示的。苹果明明可以做到，但它就是不给你，太坏了。为什么呢？苹果是在隐晦的表达，虽然 iPad 有能力成为一个生产力工具，但是他们还是更倾向它成为一个影音娱乐中心吗？尝试3， iPad 影音娱乐中心。其实有了 iPad 的磁吸支架，给我体验最大提升的还是娱乐的时候，连上 PS5 controller 玩一把 Apple Arcade 的游戏，或者做菜的时候同时开个视频，或者干上一碗米饭，配上 iPad 来刷1小时综艺。iPad 通过磁吸支架稳稳地站在桌面，最完美的视角给予我最纯粹的快乐。所以搭配各种配件， iPad 确实有能力成为一台可敬的生产力工具，给予我一种不同的工作体验。这种体验还有点小有趣，但和别的生产力工具相比，我并没有在生产力上感觉到提升。如果真的要工作，我还是更愿意拿起我的 MacBook，
能打且稳定扎实。相比之下，作为一台 iPhone 和 Mac 之间的第三类产品 ，iPad 稳定的、不可替代的给予我休闲娱乐的快乐。所以我找到了与 iPad 相处最舒服的状态：丢掉键盘，丢鼠标，丢掉大脑，丢烦恼。iPad 游戏更香，刷剧更爽。